看來習近平對於他要跟川普見面這件事情，他把它當成一件大事來辦，當成一件正事來辦，而且他跟川普一定有他一個目的，一定要達成不可，不然他不會讓川普這樣子予取予求，讓川普你要延期你就延期，讓川普指定時間你就指定時間，這個跟習近平過去的風格完全不一樣。而且他在跟習近平見面之前，特別安排要跟鄭麗文見面，這就有趣了。現在鄭習會跟川習會這兩者之間是有關聯嗎？現在習近平是刻意在川習會之前安排跟鄭麗文見面嗎？那如果鄭麗文這個見面跟川習會有關，難道川習會跟台灣問題有關嗎？那如果川習會跟台灣問題有關的話，那對於我們台灣人來講，我們要怎麼樣子嚴重的、嚴正的來觀看川習會的發展呢？那在這段裡面談到這個話題，當然要邀請了明居正老師來跟我們討論，讓我們更了解這背後中國的戰略、中美的抗爭到底發展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明老師你好。主持人寶傑兄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那明老師，其實這一次的川習會的過程裡面，讓人就覺得很多困惑，感覺上好像是習近平有求於川普，是習近平想要見面，不然的話，你看川普他在上任之後呢，對於習近平極限施壓。我們講2025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25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報告，都明白的把中國當成他最主要的敌人，我不是寫個報告把你當敵人，我在整個策略上，等於說中美貿易上，我在關稅上面，然後呢，包括你的這個周邊的盟友，你的委內瑞拉、你的伊朗，我都一個一個把你給端掉了。而在這過程裡面，習近平都吞忍下去了。不但吞忍下去，我還要跟你見面，還要保持友好的關係，那就有趣了。你為什麼非要見這個面不可？你到底有求於川普是什麼？你到底有求於川普什麼東西？還有川習會對習近平來講，到底有多麼重要呢？當然非常重要了。你作為這麼大的國家來說，你面對世界第一強國，你不能不注意它。不像我們國內有些人呢，看到世界第一強國動作呢，這視若無睹，這是很奇怪的事情。對哪一個國家來說呢，你都不能不注意世界第一強國動態，對不對？世界第一强国現在是一個地球村呢，對，世界第一強國做什麼事情絕對影響到你啊！現在看到不是說嗎？不要說這個打中東了，不要說現在這個封鎖荷姆斯海峽了。俄烏戰爭開打的時候，全世界都不就動盪嗎？台灣不就受影響嗎？是，大家不要忘記了，台灣當年能活下來，就用韓戰爆發。韓戰不爆發後，我們就被打了。那個粟裕都準備好了，對，都已經準備好了。他這部隊什麼全部都準備好，然後兵這個戰法什麼全部準備妥當了，那就等到一聲令下來打台灣，就要韓戰爆發，他跑下韓戰去了。所以台灣怎麼能不注意國際局勢的發展呢？那對中共來說，美國是世界第一強國，然後跟美國關係這麼密切，講得難聽一點，他中共從出生開始就想消滅美國。那你說現在能不注意美國嗎？而且川普這任上來之後呢，1年多，他們還沒有真正這個談過，然後也沒有說真正出來把所有事情全部攤開走一遍，所以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必要的。這是一個基本上就是說，你如果自認是一個大國，你也認為對方是個大國，所以你當然會想見他，這是毫無疑問的。就比較管理好對彼此的關係，至少就管理好彼此關係，更不要說雙方在這個競爭跟合作了。所以這是一個基本的一個應該說出發點。那如果講到你剛剛很細節的問說，那習近平有求於川普什麼？其實你剛剛前面的引言已經多少點出來了，也就是川普現在其實第一任開他已經。第一任的後半段呢，他已經開始對付中共了，只是當時還不太成熟，很多人還不太順手。那現在第二任回來了，生氣了4年，想了4年，然後想好我怎麼對付他。好，現在回來了，然後把袖子捲起來，好大幹一番。就你上來，我還沒見你面，第一你去這個。打關稅戰，然後莫名其妙就把我打了幾%的這個關稅，到現在下不來。然後現在幸虧我還有人準備有稀土啦、賣美債什麼等等，勉強給你搞了一個1年的這休戰。其實說1年，我認為不會到1年，應該怎麼樣呢？雙方這邊摩拳擦掌回去好好準備，誰先準備好誰就先動手。所以應該是這樣啊，說1年，但不會到1年。對，這第一點關稅戰。第二，巴拿馬運河，我處心積慮弄了半天，搞了那個李嘉誠的長河，去弄了幾個港口，又弄了什麼東西，你現在一下把我挑掉了。
我是真金白銀買的，我真金白银買下就你要把我全部弄掉，然後把这個軍隊趕走了什麼等等，你的軍队要進來了，然後這個事情我當然沒有完全忍下來，他現在又起訴了，然後又什麼要去爭奪港口權，現在又扣了巴拿馬的這個船隻什麼等等。好，這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你把我南美洲那個好朋友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給抓走了。那麼高大家伙一下子啪就把他抓了，然後我的雷達也不管用，我的防空系統不管用什麼的，就你抓走，我實在丟臉。好，這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情，去年呢，你又打了我中東的好朋友伊朗，你把他核設施炸了一輪，然後呢，現在這個今年的2月份呢，你又跟以色列又打他，打到現在還沒打完。對。然後更可恨什麼？你還軍售台灣。對，你還軍售台灣，你說130億到140億，另外外加60億，然後呢，現在要給我面子，所以來北京前先不簽，等到回去之後再簽，那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你不要說這個，不要說大國關係，光看這幾件事情就受不了，更何況兩者之間很清楚，我們現在就是戰略關係，就是戰略對抗。現在問題就是，到底是你先扳倒我，還是我先扳倒你？但是呢，中共有個習慣呢，大家要想清楚，中共的行事風格是很確定的。他跟你好言相勸的時候，表示他吃不下你。他跟你講好話、講甜話的時候，表示他吃不下你。對。但當他覺得，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當他覺得他可以吃下你的時候，他一口吞下去。就像國共內戰。就像國共內戰也好，那時候。打到後來，1949年上半年的時候，3場大戰都打得差不多了。然後國民黨呢，國民政府就派了這個團呢過去說要和談，渡江和談，他不是和談，你是要投降的，你要投降團。所以這個你剛剛提到說這個鄭主席要去見習近平，對，我們得想想看，習近平到底怎麼看這場會面。不是說我們單方面想了就算了，不是這麼簡單的事兒。這你還得想想看人家怎麼想的事兒，因為就讓我想到毛澤東當時要過江的時候講那句有名的話：“宜將勝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當他可以把你吃的時候，他會把你吃乾抹淨。毫不猶豫，對，毫不猶豫。所以我剛才為什麼講說他們說話不算話？香港不是說50年不變嗎？對不對？結果呢，23年不到變了。所以今天還有人相信說台灣版一國兩制會有用，你憑什麼比香港好？對。所以我常問我說，中共為什麼會更喜歡台灣而不喜歡香港？台灣人長得好看，是這樣的嗎？台灣民主，台灣愛好和平，哪一點可以阻止中共？坦白說，只有一件事情，實力，就這麼簡單。所以具體回來，你剛剛問說，那習近平有求川普什麼？具體來說第一，貿易戰嘛，關稅戰。現在打成這樣，咱們是不是可以談一談？然後我也逼你一下，你可以後退一點，甚至取消。這第一個。第二就是我的科技發展還是不如你，我心知肚明。那你現在科技方面制裁我，從各種高端技術到成品到半成品，到什麼 H100、200什麼等等都不賣給我或什麼等等，咱們是不是可以談一下？這第二個。第三個，人才交流，這個大家很少注意到，但中共靠的跟美國的人才交流，派人去學習，留學生什麼等等，偷了多少東西回來。中國能崛起，就是他到美國學習。真的是他自己曉得。這因為後來中共的一些領導人呢下台的那就回來想說，哪一個國家你回頭看看這第2次大戰以後，誰跟美國好的經濟大體都發展起來了，跟美國不好的經濟都下去了。對。那咱們中國現在經濟為什麼起來呢？因為曾經跟美國好過。對。是不是啊？所以跟美國不好的時候呢，經濟可能就會下來。但是中共現在的這一批領導人呢，好像不太記得這句話，所以我們再往後看吧。人才交流。第4個，其實這個更大問題就是我們雙方戰略關係到底怎麼樣的？我是要吞掉你的，毫無疑問。但是馬克思講過這話，那我先不講就是了。但我心知肚明，你現在是慢慢想要吞掉我，慢慢想要打敗我，我也知道。但我力量不夠以前呢，我先把你貓毛勒順一點點，看會不會好一點點。最後當然就是那我得玩點牌呀，我得有些牌打。那打了去打什麼牌呢？我不是講了嗎？打台灣牌啊，台灣牌是最好用的。你說習近平也要打台灣牌？對，其實大家都沒有想通，最早是中共跟美國打台灣牌，美國後來想通了才打台灣牌。我們很早跟美國講說你要來打台灣牌，美國沒想通。
所以韓戰爆發之後呢，他想要打台灣牌。對，其實我後來因為教書嘛，所以跟美方的智庫啊學者交流很多。我說你們當年犯的最大錯誤，就是1946年到1949年國共內戰的時候，你沒有來幫國民黨，你沒有幫國民政府。蘇聯是全力幫助中共，對，你沒有全力幫助國民政府，沒有全力幫助國民黨，最後打輸了。所以你們沒有看懂國際形勢，因為美蘇的對抗拿中國當戰場，那你現在不進來的話，那你就打輸掉了。對，所以後來你變成說你要退到台灣海峽去防守蘇聯跟中共，否則你當初可以擺在中蘇邊界去防守蘇聯，相差多少幾千公里，對不對？而且少一個大敵人，所以今天也是一樣，你這個中共是看懂他敵人是誰了，美國看懂敵人是誰了，我們台灣有些人沒看懂敵人是誰，朋友是誰，這是最大的問題。因為我記得毛澤東講過一個，就是在做任何政治判斷的之前，要先搞懂一件事情，先搞懂敵我關係。本來就是這樣，先搞懂敵我關係，你才可以做下一步。不過這個話我還要在前面，敵我關係你已經確定敵我了。我現在講的是確定敵人是誰，朋友是誰，是確定敵友是誰，然後才能確定敵我關係。因為敵人可能不止一個，你要排序啊。對啊，這是1號敵人，這是2號敵人，所以我拉攏2號敵人去對付1號敵人，這是中共今天的做法，他對台灣也是如此。好，那你剛剛提到就是實力原則，實力原則才是一個真正能夠保護台灣，讓中國不敢輕舉妄動的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對，那這個實力其實不是台灣實力，這個實力其實是美國實力，就是我們後面有一個美國在後面在支撐着，而美國在這一次的委內瑞拉以及伊朗的戰爭裡面，我覺得讓全世界驚訝到說，他的軍力似乎已經到了另外一個層次，跟所有的國家都不一樣。特別他現在的全領域作戰，把太空軍跟網際網絡部隊都加進來了以後，等於說他感覺上已經可以壓制了所有各國的軍力。你看到中國跟俄羅斯的武器都不能用，那這個東西也是不是習近平他必須要示弱的原因？那當然是了，至少他現在覺得說，我目前沒有把握打贏你。當我有把握打贏你的時候，我就不客氣了。所以我就講，我說他只要反正跟你講甜話、講好話的時候，就是他覺得他實力還不夠。那今天習近平我們說委曲求全吧，那就是我認為我實力不夠。但你說美國是不是全領域碾壓，還很難說，因為坦白說，你說美國當年跟北越打仗，是不是碾壓？是碾壓。那為什麼最後打不贏呢？因為看你打哪一類型的戰爭。當時的戰場呢有2個，一個是在越南戰場，對，一個是在美國社會啊。對，一個是在美國社會，這你很清楚。那時候你跑新聞，你很清楚啊。你眼睜睜的看的就是在戰場上呢是打贏了，但是呢在名義上打輸掉了。所以今天呢，伊朗也想這樣打，然後委內瑞拉當時也想這樣打，但是中共和俄羅斯現在幫着伊朗在打這件事情啊。那這東西等一下有空我們再詳細說。所以這第一點，第二點就是你在戰場上，在硬體上面呢，美國可能是領先的，但這種領先也並不保證說你一定全勝，因為現在看到就是，即便是全領域作戰，人家的低階武器對你仍然能造成一定傷害。美國現在那個 AWACS 在沙烏地不是被打掉了嗎？對，人家一個什麼是無人機還是飛彈，不知道把它打成2截嘛？所以換句話說，人家也有一些東西呢。是這樣說吧，你可以把人家打得半死，人家只要打掉你一隻眼睛，你就很討厭了，對，是不是這樣？所以這個東西全領域作戰，它固然是領先，但是不能低估人家的實力。另外一點就是，如果最近有2件事情讓我們也特別注意，我們過去一直以為說伊朗的飛彈的射程呢，大概2000公里，對，就這次打出4000公里，沒錯，打到迪亞戈卡西亞，打到這個英國的這個基地。那麼也就是說，當然後來大家猜測就是他是不是把它減重了？它原來是1噸嘛，然後減成半噸，然後把那個燃料呢再加一點點，這樣就打得遠一點點了。打得遠是一個，當然第2個就看打不打準。對啊，第3個當然就是你那個如果彈頭減半的話，那你殺傷力就減半。當然，但是也打中了。如果打的話就打中了，所以這個呢還不能低估。那第3就是，就算現在你全領域碾壓呢，但是美國還是怕一件事情，怕核子武器。就像對核子武器，你這個始終是一個很討厭的問題。對，現在我們怕伊朗，怕什麼？怕髒彈。
他沒有核子武器，但他完全可以做髒彈。他把他現存的60%的濃縮鈾，加在一個傳統炮彈上面給你打出來，那就是髒彈了。或者丟在弄什麼炸彈上，弄到一個火箭飛彈的頭上打過來就是髒彈了。所以它可以造成污染，但它不會造成連鎖反應，這是唯一的差別。那麼其他的國家，你說俄羅斯也好，中共也好，他們有3合一能力，有 Triad 的，它有空射的，有潛射的，有陸地發射的等等，它到底還是能夠造成威脅的。核子武器是這樣哈，你攔截了，你100%攔截那沒問題，你只要漏掉一個就很討厭了。對，所以當然看他打到什麼地方，不過還是很討厭。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家常常說啊，美國欺善怕惡，我說不是，你仔細看一下，他對沒有核子武器的他會去打他，對。然後你快要有核子武器的時候，我一定打他啊，像伊拉克，現在伊朗一定打。你有了核子武器，我就不太敢碰你，像北韓。所以北韓講說啊，這是我的王牌。至於為什麼那時候從克林頓開始跟北韓談說你要廢核啊什麼等等，北韓死都不肯放。那所以金正恩跟川普不是在這個越南見過面嗎？那或者川普不是先坐而去嗎？金正恩一定很納悶，金正恩多留了3天。第一天呢，消滅他的生物基證，這個我的什麼毛髮什麼全部收掉，我絕對不留下來，讓你不知道我的健康狀況。第二，他去參觀了這個越南的這個建設什麼的。第三呢，還得問越南一個問題：我也跟美國打過仗。你也跟美國打過仗，憑什麼你只有相信美國跟他合作？那我為什麼不能相信他？對不對？是這樣。越南答案很簡單，因為最後我跟中共翻臉，你要不要跟中國翻臉？你跟中國翻臉，敵人的敵人是朋友。你只要跟中國翻臉，美國一定對你好；你只要不對中國翻臉的話，美國不會對你好。那看你要不要。我猜是這樣。是的。好，那另外就是在委內瑞拉的這個戰爭跟這個伊朗的戰爭，中國出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很多重要的軍工負責人全部都不見了，然後一個一個下馬，下馬了以後，有人講說這是因為中國的這個軍工，也就是它的現行，比如說他之前吹噓它的飛彈啊，它的防空設備的，它的雷達啦，這些都可以比肩美國，可以跟美國抗衡。可是這次人家如入無人之地，代表你之前吹噓的這些軍工都是沒有用的，沒有用的。那你這些軍工的專家當時跟習近平的報告，你做的所有的這些測試，那不就造假嗎？那這不就對中國來講非常尷尬嗎？你記不記得，就是那個前幾年呢，國際幾個大期刊呢，撤銷了很多大陸學者的文章，有沒有印象？對不對？撤銷了數百篇，為什麼？造假。你在國際期刊這評審這麼嚴格的地方，你就造假。那在國內沒有人評審，或評審都是自己人，或者說評審都沒有買通的情況下，你覺得他造不造假？所以這2場戰爭也讓中國的造假跟軍工造假現行了。當然，我不是說它完全沒有用，也就是說用處沒有它吹噓這麼大或這麼好，但它畢竟還是有用處。我們看到一個消息，不知道是真是假哈，是委內瑞拉吧？委內瑞拉，他們美國飛機飛進來了。雷達都沒看見，眼睛看見，眼睛看見，就士兵舉槍，然後在打那個打飛機，那個直升機的駕駛艙被打到。對，然後也就是你的雷達呢沒看見我，但我眼睛看見了，所以我眼睛比雷達好用。類似事情那時候美國打伊拉克也發生過，美國進去先把雷達全部打光，然後再進去打到就你說的如入無人之境。這次呢？不曉得美軍用什麼辦法，但至少就是中共賣給伊朗跟賣給委內瑞拉的這些防空武器好，雷達也好呢，都不太管用。我猜是這樣2個原因呢，一個就是你剛剛講的，美國全領域作戰碾壓了中共的武器系統什麼的，這第一種可能。第二種可能呢，這個我們也不能低估啊，因為我們每個國家賣武器賣給別人的時候，不會把最好的賣出去，你會賣次好的，自己留更好的。所以那個武器不管用，那就是我賣給他就是2等的嘛，我賣 B 品嘛，我家裡留 A 品。但是這個如果是在習近平看起來，或者在中共中央看起來，就是 B 品也應該發揮一下作用啊。對啊，怎麼 B 品都沒看見呢？那家誰敢相信我們中國的武器呢？對，那就不行了，那就這樣賣不掉武器就算了。
B 品也不太管用的話，我就擔心 A 品吧，對不對？那說不定你拿 B 品騙我呢，那我怎麼知道呢？所以回頭調查一查出一堆問題。最近呢就連抓了3、4個，對啊，第一個是叫吳曼青，他是雷達專家。他還不是一個雷達，他是弄一組雷達，然後這個聯繫起來。他把 sensor 跟這個 sensor 就雷達了，把 sensor 跟這個中央指揮系統，跟這個武器系統、武器平台呢全部連起來。他說這個很厲害了。他說那個什麼隱形戰機是 F-35都可以抓到的。對，但他這次就沒抓到。這第一個，第二叫做趙憲庚，趙憲庚是核武專家，說中共的核武這麼多年核武呢，他這個功不可沒，做出巨大貢獻，然後倒台了。第三個呢叫魏義營，他是叫做什麼呢？他是叫做航空航天集團的專家。航空跟航天不太一樣啊，航空就是飛機，航天是太空，我們叫航，我們叫太空，他們叫航天。他管這些東西呢，簡單說，他到什麼地步呢？他從捕捉到射控，他全部抓到手上，也就是到這種程度。換句話說啊，還有一個叫楊偉，這個名字有點尷尬，殲20的殲20。中共吹噓他叫做一整代這個戰機設計的總設計師。所以這4個有雷達專家，有核武專家，有這個什麼航空專家，然後有這個有這個戰機專家，全部是頂尖專家都下台了。你如果再回溯2年多前吧，一個叫胡文明的，航母專家，那如果說這些頂尖專家都貪污都有問題的話，你真的會擔心說你的武器品質好不好？對，能不能用？你說，如果說我們也抓了這4個人的話，那我們可能會非常擔心。所以你想想他會怎麼看這件事情？那麼也就是你的武器當然在別的地方出了點紕漏，那你說是 B 品那就算了。那現在他回頭調查發現說可能 A 品都出問題。不過話說回來，我不是說這樣講完之後我們就不用準備了啊，所以我們仍然是料敵從寬，仍然認為說他的武器都能用，我們要在這個水準上面去應對它，去準備它，所以我們是這樣看。但從中共看起來，如果說我這幾個一流專家都是我號稱的頂級的這些科學家都出問題的話，那他真的會擔心。所以習近平內部他心裡面一定有很多的問號。當然，那剛剛講說你這個是有航天的，你是有核彈的，你今天是有那個殲20的總設計師的，你跨越這麼多領域，還有雷達之分，這麼多的領域，每個都出事，然後美國都告訴我說你都是因為貪腐，真的貪腐這麼簡單嗎？他是不是有一些系統上的問題？也就是那個系統上，你就說你不得不因為習近平的狀況下，你不得不這樣做。否則你搞不好連自己的官位都保不住。那如果你連這些這麼重要的人，你是科技人才都這樣做，那這個國家很多的真跟假就分不清楚了。對啊，你記不記得那時候那個國際足球賽？對，北韓派一支球隊去踢輸了，結果回來說幹什麼？就挖煤去勞改，全部去挖煤去勞改去了。所以在這個國家做這事是很危險的。哦，你得了金牌那很大榮耀，媽你得了銅牌回來就去挖煤了。那這些很可能，那挖煤還算運氣好了，那說明犬決呢，對不對？你怎麼知道不會發生這個事？當然，其實我們看的事情，其實你說意外嘛？你意外也意外，也說不意外也不意外。你記得李尚福嘛？對不對？李尚福跟那個外交部長同時倒台的，一文一武同時倒台。那時候人家問我，我就反問人家，我說如果你對中共的那個政治呢一無所知，但我跟你講，他的外交部長倒台了，他的国防部長倒台了，然後這2個人都是他自己提拔的，然後提拔到現在才不到1年就全倒台，你有什麼感想？你有什麼感想？你覺得問題很大嘛？對，文武哼哈2將全倒台了，這中間一定有什麼問題，你一定會這樣想。所以回溯起來呢，在2023年可能再早一點點，當時我們就有點感覺。當時不是一直傳說國防部長李尚福有問題嗎？那後來最後我們就看到一個，我們說國防部長李尚福一定有問題。為什麼問題呢？因為中共發了一個新聞，內部發了一個通告說，要回去調查那個中共中央軍委的這個裝備部，裝備部的那個過去的武器採購什麼合同的什麼問題。
貓膩問題，請大家檢舉提供訊息。到哪一年呢？到2017年。我們說哪有這樣調查法？你要調查就全部調查。怎麼到2017年一切到哪裡呢？切在李尚福上任以後，魏鳳和下台之後，就切到那裡。所以我們說他要調查李尚福，然後要保魏鳳和。好，那是第一段。那李尚福就確定要倒霉了。那果然不錯，過了沒多久，李尚福就倒台了。那李尚福不是一個人倒台啊。我們說你就是一個部長就出問題了，就這樣子算了，絕對不是的。我們不說。貪腐有3種嗎？一個是個人貪腐嗎？一個是組織貪腐嗎？一個叫體系貪腐。個人貪腐把人抓了就好了，體系貪腐把整個清洗一遍就好了。組織貪腐嘛，把整個清洗一遍就好了。體系貪腐呢，沒救，整個體制沒救嘛，誰來都一樣，誰來都一樣。所以今天我們看中國大陸的情況就是體系貪腐，你已經不是個人貪腐，也不是組織貪腐，所以體系貪腐意思就是，那你李尚福倒台就算了，不是的。在他同時的4個，他是部長，他是裝備部的部長。他做裝備部部長的時候，4個副部長同時倒台，所以張玉林、饒岡，後期系統的問題，對，整個問題，整個系統的問題，什麼錢衛平啊，什麼李超全部倒了。那我們說只有裝備部嗎？那火箭軍出問題了，所以火箭軍的4個司令員全倒，然後4個政委裡面倒3個，另外一個目前存活。只能這樣說。我們把名字很快念一下哈。剛才講說火箭軍第一任魏鳳和從2炮過來的，然後周亞寧、李玉超、王厚斌。我們在說這個故事的時候，王厚斌還在台上。王厚斌還在台上，那時候我記得我第一講的王厚斌在台上。當時我就說王厚斌不曉得有沒有問題，我還留了一個尾巴。後來大概我講完沒多久，王厚斌就出問題了。然後王厚斌出問題，我說那既然司令都出問題，那政委難道沒問題嗎？烏鴉嘴，那政委出問題了，所以4個現在倒3個，王家勝、徐中波跟徐錫勝都倒了，現在剩下一個存活。所以目前為止，火箭軍呢，司令員是暫代，政委是暫代，都暫代，所以火箭軍的很重要哎。火箭軍是中共拿來吹噓，然後拿來震懾美國、震懾日本，跟震懾我們台灣的第一個尖刀部隊。尖刀部隊，你說我常常就問一個朋友一個問題，我說，如果你是火箭軍中校，你現在有什麼感想？你有什麼感想？上面我們4個老闆全死。3個政委，4個政委死3個，然後我的老闆剛升上去幹這火箭軍司令，我現在去幹他秘書。我現在去幹他的秘書，我很有問題，我恐怕活不下去。因為我們看到，從1996台海危機到2000年的台海危機，當時都是美國派2艘航空母艦，一個北一個南，航空母艦一派來，中國就不能動彈了。這個對他來講是極大的羞辱，就是我只要去威脅台灣，然後呢，你航空母艦來，我就無可奈何了。所以我為了要對付你的航母，我才有火箭軍。火箭軍不管什么那個什麼關島快車或怎麼樣，你只要我就開始發展了我的 A2AZ， 發展 A2AZ， 你只要航空母艦敢來，我就把你的航空母艦給擊沉。所以在關島到台灣第一島鏈之間都是我火箭的射程，我讓你的關島到台灣這個地方你不敢輕舉妄動，這樣我就會清空台灣海峽。當我用火箭清空台灣海峽的時候，我就可以對這個地方對台灣進行包圍，我就可以予取予求。對，所以火箭軍是一個他要犯台，他要拿下台灣一個最關鍵的部隊，对，尖刀部隊或拳頭部队，甚至你是威脅美國的最大的美国，对，就發現沒用了。他剛剛講4個司令官，3個政委，你是整個團滅，那等於說你剛剛講的不是個人，是整個體制。誰到了火箭軍，你都要貪腐。那如果這樣的話，這個火箭軍還能打仗，還能用嗎？現在問題是，如果我們把剛才講的什麼雷達專家、核武專家，然後這個飛彈專家跟這個戰機專家全部算講的話，你現在不能用的恐怕不只是火箭軍了，全部得用，全部都有問題吧？這就是，所以後來我講說，他抓完火箭軍抓這個人之後，我說他一定會發射一個飛彈。哦，他想發射飛彈。對。第一，我要看他到底能不能用。是。第二，就是我發射飛彈要告訴你們，我還能用啊。火箭軍還可以。我還能用，我還能打仗。你不要輕舉妄動啊！你不要以為我可以欺負。所以他每次清洗軍中勢力，他就會搞一次軍演。对，對，因為他也要確定說，我到底他要確定一件事情，我能不能指揮得動？對。
弄完之後你們通通不理我了，然後我要打人手，你們通通不動手了，那就不行了。所以我要確定我要能指揮，對，所以我確定能指揮，要確定武器能發，然後確定能嚇到你們。對，他所以他是多什麼？說必須有一個軍演所以什麼戰備警訓什麼都是這樣來的。當然一方面也就是嚇台灣了，台灣也真的有人會被嚇到，真的被嚇到，真有人被嚇到。我倒不是說我們不該注意，料敵從寬嘛。但是你嚇成那樣也太離譜了啦，那也太離譜了。所以回頭去看呢，我覺得是這樣哈，它不只是一個單單一個貪腐的問題，因為貪腐我剛剛講說，你就貪污嘛，就這樣。現在貪腐影響到作戰能力，對，現在火箭軍不行了，那你覺得說它航母行嗎？對，你覺得航母行嗎？你覺得它的這個其他東西都行嗎？它的戰車啦，它的什麼東西都行嗎？那你的中間別人不貪污嗎？對，你現在回頭看看，現在我回頭去看了，軍工集團出問題，其實不是現在。那剛剛講那幾個，前面講什麼吳萬清那幾個，他們都兼過軍工集團的，或者總經理、副總經理，或者兼過那個董事長的，都兼過這些位置的。你要往後頭看，還有幾個人呢？第一個叫做吳彥生，航天科技的這個負責人、董事長。他負責過什麼呢？長征火箭。所有這些就火箭、飛彈，然後發射太空船什麼，是這個火箭推出去。第二，神舟太空船。第三呢，北斗這個系統，這是航天集團他負責的東西，然後這個董事長倒台了，叫吳彥生。第二叫劉石泉，他叫中國兵器工業集團的董事長。兵器工業集團負責什麼呢？共軍的、陸軍的所有輕重裝備，從裝甲車、坦克車到重炮、到機關槍、到火到子彈，他負責出問題了。然後第三個叫譚瑞松。譚瑞松最近才被判死刑，就這個禮拜的大概差不多這2個禮拜的事情，才剛剛被判死刑，連死緩都沒有，死刑，死緩，判死刑，然後緩刑2年，是你是專家，死緩，對，死緩2年，他貪的錢不算多，33億而已，33億而已，不算什麼。他是什麼呢？他是航空工業集團的這個董事長。中共這麼多年的軍用、民用飛機呢，基本上從這個集團出來。所以表面看起來就是貪腐啊、買官賣官啦、賄賂啦，然後什麼等等。那其實整個你看起來哈，因為我們常常不是過講說什麼大炮像黃金萬兩嗎？現在中國發現大炮還沒響，黃金已經萬兩了，已經萬兩了。為什麼這樣呢？從研發開始。比如說，這個你是軍人，你需要什麼武器？我是科學家，那我負責研制的武器。你跑來跟我講說，閔教授，你可不可以研制什麼武器？我說可以啊。那我幫你說，你要什麼需求？他就講我聽好，聽完了哈。然後跟你講說，這個劉將軍啊，這樣子，我研制了 A 型、B 型跟 C 型3種。A 型呢，這個有這個優點，但有這個缺點。B 型呢，有這個優點，但有這個缺點。C 型呢，有這個優點，但有這個缺點。你要不要選一下？對但是研發要錢的呀。研發要錢，研發不是我隨便這麼做，這麼畫就是畫得出來的。我要買這個電腦啊，要買裝備啊，然後現在要養龍蝦啊，要幹什麼都要很多錢呢。對，所以你得幫點忙。好，那你錢給我了。所以研發要錢。对。然後完了之後呢，要定案了。A 型、B 型、C 型，你選哪一型啊？你是陸軍嘛？你選 A 型，對不對？那我拿去跟海軍講 B 型、C 型，你選哪一型啊？你選 A 型，選也要錢的，選一些啊，定要錢的。以前我們公務機關的時候叫可行性研究，对嘛，就這東西啊。這可行性研究。這第2個，第3了，你確定了要採購了？採購要錢了，對好。然後 A 型賣過來，那我們做一個 A- 型 A 減型，賣給巴基斯坦。賣這個 A 減型賣給委內瑞拉，然後把 A 減型呢再加一點點呢，再賣給伊朗。外賣要不要收錢了？要收錢。所以從研發到這個可行性研究，到真正採購到外銷，全部都有錢。所以炮聲還沒響呢，黃金萬兩。對，真的是這樣來的。那貪污就算了。那現在問題糟糕，就是無巧不巧，在外國被美國打了，打爆掉了啊！這下尷尬了，对，這下就尷尬了。所以你剛剛說貪污呢，我覺得他們貪污當然是人人都痛恨，那習近平也痛恨，他真正痛恨就是
你們這麼不老實。那今天在來的路上，我是看到一個數據，中共大半官方的這個消息出來了，去年抓貪污，抓了多少錢呢？8000億。去年8000億，抓這麼久還有這麼然後這已經收到的，還有3000億呢，正在追蹤當中。所以如果都加起來就是11000億，1萬億。他打貪腐，他從2012年11月上台，2013年3月呢委任王岐山開始抓貪腐，抓到現在抓了13年，還有。去年數字最大，不但還有去年數字最大啊！你覺得為什麼？所以他根本就從根了，已經賴到底了。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斗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